对，你要聊到这点，我又说又偏题了。我说到以前碰到一个隔壁我们之前在 Firenze 的店隔壁有一堆年轻人，他们搞了一个政党，反欧盟政党。德国应该也是有，相当于极右，他们定性为极右政党，其实就是他就是纳粹政党。我们其实可以称它为纳粹，他肯定不能起这样的名字。那肯定不行啊。他就是他的旗就是欧盟旗，打一个叉叉。原来是打那个反万的啊，他们改成打叉叉的，欧盟旗改打叉叉。在德国，这其实在很多只要是欧盟国家应该都会有。有，对有。他们经常在那里聊，就在我们店隔旁边，经常会各种聊天。但是因为他纳粹其实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嘛。就极端民族主义嘛。对，所以说。正常来说，我们会跟他们搭话聊天，但是就不敢了。看他们也是光明正大的放在他们车库吧，最里面挂个大大的旗，就不敢跟他们聊天了。他们也不会找我们，他们经常在门口那抽烟喝酒啊，聊天啊。你跟他们是隔壁，就挨着。那我们我也不敢主动了。那肯定啊。那整天见面的。他们大概是每周有两次聚会，在他们那个小车库那里。大概就了解了，就是你所谓的。他们是那个注册的一个政党吗？注册的。注册的。一个分点，相当于Firenze的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嘛。那你要说到狗肉节的话，大概我了解就是这样。我是觉得还好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被国内的媒体污名化。国内媒体对吧？你也知道，国内媒体很多也是屁股都是歪的。对，好多人可能是拿了人家外国的那资金也不一定啊。一部分大概我们观察是造势的那些，一部分是这样子，另外一部分就是他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其实大部分他们找的也是外包。他们就是这些写手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记者。他们素质是非常低的，或者他们世界观本来就有问题，对吧？对，我发现国内媒体很多都这样，包括官媒有些都这样，我觉得。所以说，就是他们很多官媒，他们其实很多小编也是只是做行政，他们没有出去过，没有做没有比较，没有一个横向的比较。是的。他可能比较，可能只拿个朝鲜，只拿一个俄罗斯比较没有意义的。你要拿欧洲也要分开。对美国拿日本去对比，你才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认为呢，要真正的深入到那个社会生活一段时间，像我们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比较。你这点，否则太片面了，对吧？你这点真的说到心坎上了，就是有时候也是这东西，我们很难在 YouTube 的那个评论区或者 Twitter 上面跟人家做一个比较像论文式的一个辩论。很难的，包括知乎上面有时候我会想说，希望大家的认知就稍微提升一点点吧。对。但是我感觉到，除了我跟你这样有在国外长期生活经历，对，旅游是不算的。对呀。那旅游就是走马观花。对，所以说你就很难去说服。所以说你又回归到，我算是比较左派的吧，就是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的这个人生经历，就是说你要拿一般的中国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生活都非常累了。我要求人家，比如说有长期的在欧美的生活经历，这个怎么现实？不可能，对，现实的。深入了解其他国家，就像人家西方人对中国，我认为西方人对中国了解比中国人对西方了解更少。那这个对吧？是非常有共识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语言优势，中国大部分人还是会一些英语吧，对吧？对，至少能够读吧，对吧？对。这个西方人就没有这个语言优势。这个我跟你，所以说我看你的视频就跟你非常有共识，很多认知方面。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只能说，也是说真的，我也是受到共产党1代2代的感染吧。我是在国外看了很多他们的东西，知道他们好的东西，知道他们坏，也不是坏的东西。我这么说吧，你一个白莲花政党，你怎么领导中国在这个黑森林体系下面存活？你就靠跟人家称兄道弟，把好的东西扔给别人，就感化人家。别开玩笑，你跟美国跟欧洲人打交道，白莲花就是圣母婊的意思吗？主要就是对，你就靠一套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是不现实的，你一定要会很多。就比人家还要恶毒、还要残忍的手段，你才能在这个蓝色星球这边存活下去，跟人家去抢蛋糕吃。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对这个世界跟对政党啊、对人有一个正确认知之后，我就想着，我当时就想着回来就说，我不想给你们交税了。你不想什么？不想给欧洲交税了啊，那我们是拿着居留，我也可以，就是其实我8年之后就可以换那个欧盟签嘛，欧盟签，欧盟身份证嘛，可以换那个了，就是考一个语言试而已，那个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你申请，基本都可以拿下来，就是拿着那个东西，我到处都可以去了。本来我们的长期居留也是可以到处都可以去，那个就更方便一点。我那时候就是犹豫了很久。我想我不想给你们交税了。我给国家交税，给自己的国家交税吧，就是不管是赚钱还是怎么消费也是，我回国消费我就要13%的。说到交税，我也插一点啊。对。我的德国伴侣吧，他也跟我的世界观我觉得完全一样。他说我1分钱税我都不想在德国交。听你聊到这个，对吧？因为呢。他完全看清了德国政客他们是什么样的德性，对吧？对。然后呢，他说，德国养了那么多的难民，然后现在你看乌克兰的难民进来就享受这些所谓的福利。他说我们德国，你看那么多的退休老人还要去捡瓶子，他们交了一辈子的税，还不如人家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呢，就我们交税人来养活他们，但是呢，我们的退休老人，我们交了一辈子的税，国家不管。然后看见很多政客，比如说以前有个德国的卫生部长啊，他就是因为新冠发财，就是卖口罩嘛，因为他有资源了，卫生部长，所以他一口气就花几百万欧元买一栋别墅。因为普通一个德国的议员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对吧？那钱从哪里来？有一推理能力就知道了，对吧？但是，你说这个点，其实也是很腐败的，很腐败。那个体系，只要你看清了之后，你就知道特别腐败，非常腐败。否则为什么有那个游说体系？就是那个什么贿赂合法化嘛，就是游说。对啊。所以说意大利就更典型了。对，意大利更腐败，其实。贝鲁斯科尼。贝鲁斯科尼对吧？他是已经死了，前段时间，80多，又花又那个很花的这个人啊。那以前他报纸经常登在花边那些叫什么包括报纸上面。他掌握媒体啊。他自己有好几个大媒体。对呀。他在米兰就有很多那种大的 mall， 他自己又持那个球队，对，又有游艇，又搞那个露天 party， 请一堆年轻人，这很正常。就是所以说，请一对年轻的美女是吧？美女，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见怪不怪了。意大利人他是个老色鬼啊，应该是吧？意大利人对于他们的总理就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几十年来已经见怪不怪了，反而是越穷地方越腐败。像巴西也是一样，因为你巴西，像意大利，它是每年开放很多移民的。比如说以前巴西算半个它的殖民地吧。打个比方吧，算半个意大利的殖民地。对。打个比方，意大利我拿10万这个数字来说吧。我意大利每年开放10万个移民名额，我7万个名额、8万个名额就给巴西了。给巴西了，对。然后剩下的2万个，然后就是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然后剩了2000，中国有1000，可能还有3000给越南那些。那大概也是这样分，德国也是这样子的嘛。对德国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们移民的那个数量给什么人我不知道。对，它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它在里面再细分。像西班牙也是啊，西班牙比如说它的殖民地多一点。那大部分是可以给说西班牙语的殖民地的人。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那肯定啊。意大利的殖民地还是太少了。所以巴西很多基本来说很多人就直接会说意大利语。但是这几十年了，有很多从地中海过来的那种非法的，做那种什么汽船过来一些也是吧，就是非法移民，然后上岸之后多就给他们拘留了，对吧？有他是给一部分，好像有个小岛叫是安帕杜斯还是什么？对，是吧？对，意大利的很多人经常从那里上岸。对，
它是这样子，它形成一个产业链了，就相当于其实他们是舌头交。它是和欧洲的舌头还有那些圣母移民局对那些移民局吗？还有那意大利移民局交钱的。是吗？交钱的。哦，难怪。哎，等一下我再跟你说一个中国这边的。好。你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意大利那边还有包括希腊的小岛，就是通过这个登陆欧洲嘛。对，是。对，很多这样子。因为他们离那个什么突尼斯比较近，对吧？那个岛，还是离马耳他，我不知道。马耳他。然后他们是也不算，首先说他们那个移民政策吧，也是跟那边意大利的移民警察那个姐姐跟那些叔叔大概跟我聊了一下，其实他们有时候也是不是全懂，不是说特别准确的。大概是这样子，他们移民就是说移民局主要是管这些嘛，然后大的方向国家上面就是说我分配给你这些移民的这个你刚才说那个合法身份，我是自己给控制的，包括美国，我控制着我给不给你，比如说我就知道你进来，你今年打比方，我又拿10万的时候，其实可能100万还是1万，我不知道，我打个比方10万，对，有个配额。这个不能说配额，这个说我统计出来，今年比如说23年，从刚才那个小岛登陆意大利的，有10万个难民啊，你留在意大利境内的有8万，我给你的总共就可能只有5000个合法的，然后每年的大选，我才有更多的政治手段啊，大选我发一些大赦相当于大赦我发一些。拿一些选票，或者是总统拿一些什么，然后他们这些人就会投票给你，是这个意思吗？对，难民当然不能投，但是圣母婊会投。圣母婊会投啊！就当地的居民说，我是想要容纳这些难民，甚至说又回归到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社会实验，就是在德国的，就是说，还是在德国那边说，瑞典访问那个吗？对我访问接收难民那个吗？对。就是你只要不来我这里，但是我通过电视不回你家，不住到你家，他就赞成，对吧？就赞成很多，对，看见那个欧洲是很多这样的人的，因为他们的物质水平早就已经达到发达国家了，他们就会有精神上会有这方面的追求嘛。只要你不来我家，我就要满足我这个，就是我救苦救难这个心态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我就道德上的满足感。没错，你说对了。然后我就会投这个票，然后他就利用这个难民来获取政治资源。是这样。这只是其中一点嘛，他们还有很多手段。是。你不够，我又分点给你德国，给点法国，他各种各样都有，包括蛇头，他们总蛇头也会给钱，那个移民局或者是海岸。就警察局这些嘛，像美国一样，都是产业链了对吧？利益链、产业链就像拿个比方嘛，美国那个毒品，墨西哥毒品，你说美国要禁毒，那你为什么还是不断有这么多毒品能够进美国？那肯定就是有利益上的交换嘛。是，我给你10万，你放行这个，或者我给你们的警察局老大，或者是给你们的这警察协会捐1000万，我要把你。顶到这个议员或者参议员，以后你帮我通过这个法案嘛，利益交换都是一样，他们是对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难民也是，就是他们想赚取选票的一个正手段而已。当然说你说圣母就是满足自己的那个道德需求也是一小部分，但是那个占比是。不高，满足道德要求的那些人，就是最低端的那些左派，应该是吧？有一部分，因为这个玩政治就是这样子，你有权利像钱一样，就是越滚越大的。我越有权利，我票数越多，我以后权力越大，我话语权就越大。你这些所谓的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权利的人，声音就越小。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很有趣的，往长了说，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卖国行为啊。他们不管自己国家未来如果以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我们对国家是有非常深的这个家国情怀的。但是你也知道，在
欧洲啊家国情怀，这个是不存在的。啊，对，包括我们之前遇到很多老师、很多朋友，他们也算是比较冷静的聊到这个爱国主义的东西吧。他们很骄傲的说，我不爱我们国家，就是我不爱意大利。包括我遇到很多同学也是法国、德国的，包括是更北欧一点，我不爱我的国家，他们很骄傲。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有一些中产阶级，所谓的世界居民嘛。我爱。那欧洲同学就说：“我爱全世界，我爱全世界，我不爱意大利，我不爱法国。”对，从家国情怀来说，中国人确实对国家的认同感情应该是要比其他的种族可能更强烈。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对，是。这是我们的优势。国家凝聚力如果你国家没有凝聚力，你怎么往前发展，对吧？在现在这个阶段来说，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优势。我们说到一个点，我估计知道你有同感。其实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没有哪个种族的人是更聪明一点的、更勤奋一点的。你包括我们遇到很多巴基斯坦在欧洲的印度人，或者巴西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只会玩，好吃懒做。其实他们真的勤奋起来，比我们还要勤奋，不输我们中国人吧。比如说墨西哥人就很勤奋，你看在美国的华人，他们就喜欢雇佣墨西哥人，他们听话又勤奋。他们有个统计，墨西哥人的工作时长是超过我们的，超过中国人的。而且包括也是我们对，就是一般来说抖音或者是一些我们国内的媒体宣传，就是大家对印度人对那个巴西人有一种片面的认知，就觉得他们就是好吃懒做。不是的，他们不是好吃懒做而穷的。他们也很勤奋。我们在欧洲碰到很多这样的二黑。他们当然大部分也是懒，但是也有很勤奋的，就是我觉得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我们中国能发展起来，除了我们有我们的特性，另外一点，真的就是因为共产党。对，这真的政府的那个领导吧，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他中层可能稍微差一点，那上层就是真的非常厉害。他们哎呀，中国人总体来说智商那么高，他那个智库，他绝对有他的水平啊。中国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多缺点，但我现在就不在这里讲它。但是就是我们共产党能够发挥就压抑我们的那个缺点不好的地方，抬高，或者是充分的发挥我们中国人的人种特性，对，我们就发展起来。另外一个是利用那个集体优势嘛。你看欧洲就是这样子一盘散沙。对。单单说我们了解的你了解德国，了解意大利，在这个国家里面就一盘散沙了，各个政党互相勾心斗角，扯后腿啊，对啊，你看之前的为了上位就扯后腿啊。就是说，所以说意大利更是欧洲这些执政党的笑话。之前的5星政党一堆联盟，现在德国现在还是几个党执政了？起码要3个才能执政。现在意大利是5个呀，所以叫5星嘛，所以叫5星联盟嘛。以前1个政党或者最多2个政党就可以执政了，现在至少要3个，就是越来越碎片化那个社会啊。所以很搞笑这样子。就我们就是学这种基础学科，就是我们是在欧洲学工科的，有个好处就是能够了解欧洲的一些基础，但是有个坏处就是欧洲的工科是非常垃圾的。好的基本都在美国。对，是。你看发展的工业化就是顶尖的，基本都在美国、日本跟中国。我们去欧洲，当时也是不懂。但是就是在了解之后，就是包括我们那个系直接没了。我毕业几年之后没了，后继无人。一个是后继学生生源跟不上，另外学校老师教的东西太落后了，老师也跟不上因为财政跟不上，各个因素揉合起来。明白。我们那个工科的那个系就没了，但是文科还是非常厉害。但是我学的是工科。就回到这个大概来说，这个世界我们跟老师也聊了很多，这个世界基本来说，只要物理上没有突破，也就是我们拿一个更明显的定义来说，就是说没有第4次工业革命，只要没发生之前，第4次工业革命基本来说就是看能源。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一个
饱和的状态，嗯，物理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了，嗯，我们基本来说就是玩零和游戏了，在能源跟工业上面就是玩零和游戏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的话，谁能团结起来，谁就厉害。我们中国能团结起来但是也带来弊端，就是要卷起来。我们现在也开始带动其他欧美，他们也逐渐有这个想卷的这个意识了。但是身体摆在这里，我懒惯了，我舒服惯了，我怎么可以愿意跟你卷？那不卷不行，不卷中国就是肯定是不断的往前进的。对，是因为我们卷，你不卷我卷。对。包括我们之前，我们10几年也做几个生意嘛，就传统的意大利生意做红酒嘛，碰到有一个某个酒庄的他们的那个负责销售的经理，他经常去美国也去很多，亚洲也去很多，去香港来中国上海去广州他算是对这个外面的世界了解挺清楚的，他就也说到一句话嘛，你们中国就是未来，他们觉得他们真的跟不上了，实际上应该是13、14年，只要来过中国的人，应该大部分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不但是来了中国，还是去跟美国对比，对，是。他有主要还是在欧洲住嘛，他，平时出差就是去美国、日本，香港，中国上海，主要是跑这几个地方，他就有非常明显的对比。这不说拿非洲对比，你就拿这3个大洲对比就知道了。对啊，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当然也有一点客套的成分在，咱们也知道，但是也感觉出来，就是也慢慢就萌发了我之前聊到那个东西为什么回来的一个信念嘛。我其实除了你说我回来是对也是错，我肯定是不知道。对，未来谁也不知道。谁知道呢？对，但是我觉得你有个心理的慰藉，我觉得就可以了。对，自己有个交代，对吧？人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我觉得就是挺累并幸福的。在国内真的很累。像我们在欧洲，有周末去爬山，对意大利这么多国家公园非常漂亮。对。去滑雪，然后上班之后就是暑假寒假2、3个月，寒假意大利人还是比较会享受生活。现在基本来说这几年基本没有好好的玩过，没有玩放松过就没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志，应该不是吧？我不是 homosexual 但是你不想要小孩对吧？对。所以我就想没关系，这个我们是可以聊，没关系我这个也是怎么说呢？我不是 homosexual， 但是我也出到国外之后，我也学过东西我对这方面我是很看得开的，我很尊重，包括我们老师，我喜欢跟大学老师聊，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有时候喝咖啡跟他们聊天，他们说到包括。他是我就问到他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是看到你知道在欧洲是有很多保加利亚的那种人妖是吗？我不知道。你没见过吗？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他是成年的，这一个大壮汉，但是隆胸，屁股非常大，是吗？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就盛产人妖我真不知道。他们不是小时候变性，他是要长大变性。他们比如说就长得像那个巨石。像强森一样，但是会矮小一点，有些瘦一点，有些胖一点，有些就是看上去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男的，很壮，而且留着络腮胡，但是胸还很大。是吗？这我真不知道。保加利亚特产罗马尼亚特产。今天我第一次从你这口中知道。我那时候去意大利的时候，刚去1、2年，就在德国的超市 Lidl 碰到很多这样的，他们会因为比较便宜还是什么才去那里采购？我那时候也是经常去 Lidl 去买啤酒买东西，就是我们。底层人士的最爱超市 Lidl。没有，我觉得那东西也挺好的品质不差，但是便宜还是太便宜。我们在德国很喜欢去那种去买。我也是我不避讳的，我就是我们在欧洲就是穷，我在欧洲就是穷人，我就喜欢去 Lidl。阿尔比在意大利都没开，那里还稍微高多一点点。一样，在德国是都差不多一样的，对。然后呢，你看见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经常看到。不是1批2批，是很多。那为什么我在德国没看见呢？这个我不太清楚真的没看见。我是
可能在比较偏的，比如我们去一个地方叫 Alesso，可能是那个聚区吗？在欧洲聚集在那里吗？他们其他地方也见过。我知道少，在意大利德国有那个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都有啊，还有什么那些吉普赛人也有啊。基本上。但是你说这个情况我真不知道。你有德国同学以前？有啊，那在意大利读书然后就跟他们学了几句德语。1、2句吧。那个好久了，10几年了。Guten Tag。Guten Tag，Guten Abend。Guten Abend。Abend，对。Spagnolo， 意大利语叫西班牙语 Spagnolo。意大利语跟西班牙语比较很像，对，很像，很多词都连发音都差不多。我觉得南欧语系都差不多，比如说什么葡萄牙语啊、意大利语啊，还有西班牙语都很像。对，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国内一门这个方言和那个方言的区别差不多吧？是，应该是，对吧？而且是相近的方言。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某个欧洲人会几门语言，我觉得太容易了，对吧？就跟我们学那个韩语一样。也不是，我觉得比学韩语还要容易，对，就相当于你河南话和那个什么山西话可能这样，对啊。是，等一下可以跟你讲一下，我们也遇到，肯定在那边也接触不少华人了嘛。好。说一个华人的关于移民的小故事，因为说起来，这个应该是有关他们，是相当于对他们福建或者浙江人是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是吗？我不看你我都可以，就是我们遇到过一个华人老板做那 casino 的嘛。在意大利是合法的吗？有合法不合法，他们都是漏税的，都是做的不正当的生意。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学生，我们跟2个女同学是合租的嘛，就租一个公寓，每人一个房间嘛，对，很正常的东西，对吧？对，是正常的。然后当时跟我一起住的2个小就是同学，女生，然后就刚好是租到那个浙江，因为浙江，浙江。然后那个我叫大哥吧，他就一直想要来我们这里喝酒啊、吃饭啊。他是看中了某个人他也很公开，他现在也有老婆他也是第3任了帮他管一个小超市然后有一次喝醉了。第3任他同时有3任吗？没有，应该是分了好几次反正人性格就很差有一次他再来我们这里，性格就人品很差吧。一开始让我们也不敢他没暴露那方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没太看得出来，也是有时候。他年纪比你长吗？对吧？比我们长个6、7岁这样。6、7岁然后有一次喝的多了一点了，他自己可能兴头来上了，说了一些故事，就说他以前是80几年时候是专门做这些人蛇的因为你也知道浙江跟福建那边偷渡最多，对，有传统，对，有个整个村嘛，整个村比如说我这2家我攒钱给你出去，对，是的，你在那边留下来了，这都明白，对，都明白。他说到一开始他们是做苏联的俄罗斯的，90年之前就做那边的，就是通过火车嘛，后来就95年之后就才做欧洲的时候主要是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就都是住集装箱的嘛，都是自己老乡，几个集装箱都是满满的人，放在集装箱里，只能在里面住要开20多天的船嘛，吃喝拉撒。放在船里面集装箱货船，上船就是撕护照嘛，跟他们就这样偷渡过去的。对然后需要公海会有那种执法的吧？对，执法船执法船为了避免那东西，直接那个吊机就把那直接扔进公海了。集装箱整个几个吊扔，直接扔啊，就这样子那这些人的命就没了，就那么残酷而且这个是哇，不单只是他这样做，很多都这样做，偷渡都这样子。这是不为人知所以说现在去美国那个走线算是很轻松对。以前他们还是说那种本地人中国那些浙江人嘛，很多还是说倾家荡产
去换那个钱的嘛。你不够，比如说20万一个人，我只有10万，先给10万呗，到那边再干10万，对，再还债啊，对，还完再攒钱，再买身份，再买身份再攒钱，再做点小生意，就这样过来的。也是一万个筛剩下1、2千个是很正常的。这样大半辈子就过去了，所以